哈喽。还行吧，没咋事，化妆也没化，无所谓啊。来，就这样。蛋仔给大家打个招呼。好奇，你们是干嘛的？你们干嘛呀？蛋仔，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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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般柴犬就是不听话，知道吧？这我画的，来，蛋仔，看看它，像不像？这是你吗？还跑了，是不是你蛋仔？我觉得还是蛮像他的。节目名字叫《神奇的朋友》，我们就是让你啊当闲鱼的官方的帮卖师，然后去到艺人朋友家里帮他们处理闲置。你玩闲鱼的吗？玩啊，玩啊！我是一个闲鱼的大玩家。我用闲鱼大概用了7年8年，我卖了7、8年，我卖了10多万，看到没有？15万3000多块钱，这都消息，你看，全都是有些我卖的，有些我买的。我觉得闲鱼是个非常好的平台，比如说有些东西你买了，后面不想用了，你可以拿来卖，可以让更多有需要的人用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一个非常省钱的一个方法。你大家过来可以看看我的这个衣帽间。因为衣服我很喜欢一些 vintage 嘛，你包括这种东西都老的嘛，这种 Carhartt，你看都烂成这样了，你说这种根本就买不到。这个我之前在闲鱼上收的，那哥们儿还不舍得卖给我呢。这个衣服是很久很久的款，它的标都是这样的标，都已经发黄了，你看到没有？这种东西只能在闲鱼上淘。那你好懂行呢，对这些。好懂行。我原来是干什么的？你觉得？我原来是模特啊。Cool。啊，这些也都是收的，你看这些都是老的东西，全是 vintage。因为我觉得我东西实在是太多了，我这还有这么一堆闲置还没有处理呢。拳击鞋，还有时装鞋、电饭煲，这么多东西都是我准备处理的。那么多东西，如果你把一个东西都放在家的话，我觉得你就像个蜗牛，你有很大的壳，你就没办法像一只鸟，你可以自由的去一个地方。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要把东西极简，就越少越好。所以就很感谢闲鱼啊，第一他选中我，我也选中他，为什么？给了一个这种机会，让大家了解了闲鱼，也能够让很多人去做断立舍。来嘛，先给你们看看吧，这就是我家嘛。我每天早上呢起来，我就会泡杯咖啡，在这蹬自行车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巴西柔术的一个训练伙伴。当时我买的时候，其实没想到太小了，但是现在又没有办法会卖，因为现在我想卖的话，这种在闲鱼上卖也卖不出去。一般做一些柔术训练的时候，比如说有些技术，你可能没有人跟你一起训练，你想加深这个技术在你脑子里的印象，你就会去做这个技术。比如说你看，巴西柔术讲的是什么呢？比如说我在上位，我要降服他，我要过开他的防御，他的防御有什么呢？他的脚腕、他的膝盖还有他的胯，我就要用我的技术去抢到他的这边，把他的胯给框住，用我的膝盖去完成一个切膝。一切，然后一过，我就把他腿给过掉了。这个是基础的。你看做十字固，这种十字固，但是你不可能一直在这练这种十字固啊，因为太矮了嘛。拽腿，拽腿，拽腿，就是过他这个腿。一般腿要塞进来，要做好一个钩子，然后这样，他就被我拿背了。还有双手裸脚是这样的。基本上大家到了拿背就很多动作可以做。这是我的厨房，平时在这儿做菜、炒饭啥的。我现在最喜欢吃的是这个纳豆，这个早上吃特别健康，特别好，尤其是大家平时生活作息不规律、肠胃不好的人，一定要吃这个。这个是牛骨炖的汤，里面是谷氨烯酸，这个东西会更好的让你的肠道保持健康。
肠道为什么说最重要呢？因为它是人的第二大脑。其实很多人就是不注重这个，包括我以前也是，就是特别吃那些重油啊、重咸的东西，造成了一些肠道上的问题以后，你就会导致脑子转的不是特别清楚。但是你知道，作为演员这个状态，就是你随时随地你得进去，有时间还是多建议自己做饭吃，或者自己就是做一些所谓的预制菜，反正健康嘛。反正我是很少吃外卖。你懂吗？就是你怎么样对待生活，生活就会怎么样对待你。对，这就是我平时工作学习的地方吧。挺多书的。对，我比较喜欢看书，跟外表跟外在表现的实在是不符哈，是不是？一般就是很多演技的书就那么多。我比较喜欢演技的书是这本书，这个是一个马修麦康纳写的一本书，叫《绿灯》，反正是这个也是我从一个闲鱼上淘来的。还有这些，这个书我也比较推荐，这本书都快翻烂了，叫《演员的标靶》。这些就是国内的小说，余华，还有莫言，还有那个蒋勋，还有史铁生。最近我看那个双雪涛，我也非常喜欢。我觉得他写的东西，就跟我小时候成长的环境比较像。像我以前最喜欢的一本书是这个书，叫《On the Road》，在路上。这个就是我以前初中最喜欢的一个，叫杰克·凯鲁亚克。可以说他影响了我的一生。比如说来上海，我不能让当时我在大学里，就是有个上海公司说你过来做模特吧，那我就觉得那去试试呗。我喜欢闯的感觉。但是整个让我去闯的感觉，就是这本书的一个感觉给到我。不同的书，它会给你一种不同的感受。那个是什么？那个画？这个是当时前海客栈的时候，那个画家给我画了一个自画像。他说等我多少岁的时候给我点上眼睛。什么意思呢？他不点眼睛是？我觉得他不画眼睛以后，我发现这个东西就更像自己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如果他画了眼睛，那就是他看到的我；他没画眼睛，那才是我看到的我。那个时候可能看什么东西都是模糊的，现在可能比之前更知道一些东西。这个就是那时候吧？没有，这个是我朋友帮我画的，他心里面是认为的我是什么样而画的我。你把他神画出来了，反而不像我了；如果他神没画出来，那反而像我。你看他画的画就是还是不一样，这就是艺术嘛。3个人分工啊，我也没想好，说实话没想好，我能干嘛呢？我拍摄不错，如果是什么宝贝啊，需要拍视频啊，包括拍照的话，我可以让那个100块钱的东西，我拍得像1000块钱的东西；1000块钱我拍得像1万块钱的东西。然后至于讨价还价这一类，我觉得我可能没有那么厉害。那个梁田是不是主持人？是他应该这方面应该比较强吧？我觉得。这个倒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卖的人和买的人都开心，开心最重要。请进。这个房间整个85%都是我设计的，哈哈。小方框呢是我自己画的，照着我手机里的照片画的。这也是石小田给他安了个甲，它是一个小石头。我喜欢一个团，然后那个团里面一个成员他养石头叫石小静，然后我就说那我也养一块石头，是石小静远在中国的好朋友，叫石小田。然后这些是我参加半熟恋人我们嘉宾们的那个小头像，全家福。我进小屋的时候100斤，我出小屋的时候94斤。怎么说呢？大家应该都是吃了一些爱情的甜和爱情的苦吧。我只能说这么多啦。就是因为我东西很多，所以我每个房间都会有柜子。所以你这一面墙全是柜子是吗？对，这面墙我打开往你看，这全是老壮观了，就把收纳做到极致。我很好奇，你这么多的柜子里面都放了什么？你自己都记得吗？我记得，因为我自己收的呀。你看这一排它都是有一些逻辑在的。这层你看是
水加一些面霜，这一层大部分都是精华，然后这一层是面膜，下面是护发的，都是头发的，我都分好了。你看冰箱里有啥吧？来都来了，有一些一看就不是一个做饭的人，一些还没有洗完的菜还没来及做的，菜叶子，一点水果。然后一些喝的比较多哦，这里因为我平时会做麻辣拌，所以我会把蔬菜放在这个里头，然后就每天烫点菜，然后用麻辣拌调料一拌就行。所以你平时是做饭的吗？我做，只做一种麻辣拌，请叫我麻辣拌仙子。你平时用闲鱼吗？用，在海外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想在海外点外卖，但是我没有海外的那个手机号。然后就会有人在闲鱼上面，就是可以帮我点外卖。哦，这么高级吗？对，咱们是个国际平台是吗？是的，闲鱼上可以帮你点外卖。我觉得相比于你要在闲鱼上赚钱，我更希望是通过闲鱼把这个物品真正的价值流通出去。我觉得一个物品要发挥它的价值，不是只说它值多少钱，而是那个使用它的人真正能够发挥它的功效，并带来的精神上的愉悦感。通过物品的转卖，然后通过需求，就是你结识到了新朋友。就是我希望通过这个节目结识到一些视角独特的热爱生活的朋友。你有什么担心的东西想要问我们的吗？有 KPI 吗？我主要就是我玩闲鱼也是随缘，所以我一般也就是随缘。但如果你有 KPI 的话，就是我也只能受着。放心吧，3寸不烂之舌，一定会搞砸的。我喜欢交朋友，去朋友家串门，然后卖他们家东西。打电话，他们。Hello。哎呦 ，Hello。哇，我赢了，我带妆。哎，老纪，我们俩都没带妆。没带妆，明天我看看要不要带妆啊？明天换一下。明天2位老师必须正装啊！好，好吧，那我们就进入主题了，朋友们。好，就是我们要去探索很多个朋友的家里面，然后看他们有什么有闲置的东西，那我们去帮他们上，然后帮他们去回复一些问题，然后到最后成交，这都是我们来负责的。但我觉得是挺难的这一点。因为我自己平时用闲鱼用的比较多嘛，然后呢，我就觉得这种就是有人如果帮我把这些东西都挑出来的话，我觉得我会非常开心。那如果要是我们俩帮你做这件事儿，去你们家的话，你们家就空了。我发现你很好劝。那我们这样吧，我们第一站，我们先做个实验吧。在我们家做个实验，好不好？行，我们得先熟悉一下业务嘛，先实验一下。咱们先内测一下，先内测一下。为什么呢？我想让你们来我们家呢，因为我最近在搬家，你过来啊，帮我看一下还有什么可以闲置的，然后可以和大家分享的。可以。然后顺便帮我搬一下家。行，我知道了啊，这事儿就基本上是我来和你做了，是不是啊 ？OK， 老纪体力 OK 的。可以，那就谢谢孟老师，就是把自己的家贡献出来了。我明天来你家看看吧，啊，看看。OK。好的，那就这么着。明天见。拜拜。哎呀，早上好！哇，马自达，这行。哇，一辆小车，嘿嘿。哎，哇，好高级。Hello。早安。早，来，这是你准备的咖啡。哎呦，我还真有咖啡呀！真的，醒神。嘿，马自达。连程8公里。OK。你就是上海人吗？我不是上海人，我四川人。四川人，但你住上海？对，我原来做模特在上海，然后又一直在上海待了。上海还是很好待的。
你是住在北京吗？没有，我住长沙的，你说话不像是长沙人啊。我是东北的。然后你是东北的。嘿，我是辽宁沈阳的。我也是。哎，你不四川的吗？我爸爸是东北的，沈阳的，铁西的。哦，还真是。真的沈阳的。今天咱们这个小分队马上就要正式成立了，今天就是一个内测。就有些时候，其实我觉得这种收拾东西啊，自己都能收拾，但是你真正到了临门一脚想要卖的时候，又有点犹豫了。是的，就需要别人帮你来按一个那个助推键。对，主要是咱们其实要干的这个活儿，就是这个帮卖师，其实就是个客服。一个是帮他确认啥想卖，另外一个是他如果没时间上架呀，去跟别人沟通找买家呀，咱们干的就是这个活。是，我就感觉他要让我们给他搬家，我已经听出来了，你知道吧？我猜他应该很早就想搬了，但是苦于没人给他干这个活儿。这都是瞎说。正好把这大褂都叠一叠。这去年年底拍了一组过年的那个红彤彤大褂的照片。我还想着老纪梁田来了之后能帮帮我，后来一想，有可能帮不上忙。哎，嘿，哎，嘿嘿，来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嗨，快进来！来，我正干着呢。哎呦 ，Hello 啊，初次见面，初次见面，初次见面啊！初次见面，我就在干活。那你是让我们来干活了是吧？你们可下来了，我这活太多了。你这是新家还是老家？这是老家啊、哦，我在这个家里面住了，我看18年搬过来的。你哪年来的北京啊？我18年住进这个房子，然后我是08年来的北京。哦，看不出来，你今年多大呀？你几岁来的？我大概4岁左右。哦，4岁左右。哦，那现在也就才20出头。你今年多大？你猜一下吧。我觉得你跟我差不多。从个头上我能跟你差不多吗？你90几年？你93吧？啊，是吧？是。我说你个头1.93米吗？你这屋有多大呀？就这个房子的？这屋是40平吧。40多平，这个房子其实你从18年住到不久之前。对，就住到现在嘛。我08年来的时候，那会儿刚19、20，那会儿来的时候就开始，我租房子嘛，跟同事租房子。我租的房子就比较那个便宜，400块钱。这谁？这个是烧饼吗？哪个？这个？这不是我吗？啊，我家里挂烧饼干什么？不是，我感觉有点像。是这个颜色有点像烧饼，这个是不是？你说带芝麻那个烧饼吗？啊。那也能看出来，你这么珍藏这些东西，你家应该有不少这种你很纠结的，到底是要留着？这些一定要留的，但是这个就很纠结嘛。哎呀，这辆车是电动车，是那年我们录节目，然后脚崴了之后回来买的这个，然后用了一下，就一直闲置。哎，那咱们今天就可以把它，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咱们就这么拍一下子看看。哎，一模一样呗。有1000有500的，这个吗？
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来了。我们如果说帮别人卖，我们要卖多少钱？我之前碰见一个问题，就是有一个人在闲鱼上要卖一样东西，但是这样东西呢，他比别人低很多。比如说别人贴了2000，他贴了1000，但是一直就卖不出去。大家以为他是假的，然后他贴了2200，瞬间秒没了。啊，会有这样的情形。你这个新的基本上就跟他差不多。他最高了，他卖1500，你但只有一个人问，你看1200，我估计能出手。 1200可以。我们这样吧，我们先给他弄下去，因为地库还有好多东西。走吧，那我们下去看看。我感觉你东西挺少的了，比我想象的少哎。来吧，看一下。哇哎呦我天哪！哇，你这儿哇！这是要打包的东西。哦，来，先移出来。哎呦我天，这还得了？没少给我们留活呢，咱们这是。我们大早上起来就锻炼啊，也是没拿咱们当外人呢。挺好啊。这完全不是外人。下次你来我家。哎，这些都能卖了，我感觉啊。这个卖给我吧。你还玩车模呢？啊，我好几个呢。马自达。这个怕是挺厉害的呢，这是限量的吧？3000个。限量3000，哇，这要挂上得老值钱。但是这个是我自己收藏吗？啊，不卖是吧？这样。其实说实话，用不到我的模型我都卖了，真的。你要强行的也可以，因为也用不到，确实是。这咋还有个弹弓啊？哇，你啥都玩？这多大的时候玩的呀？这个是我多大？这30了玩，还玩这个。这又是啥呀？这是一个鞋拔子，这是我老丈人自己亲手做的。鞋拔子，亲手做的鞋拔子哦，这是个磁吸，朋友们。打磨了哈，磨的。对，然后它磨得很光亮，这个东西纯手工哎。这老丈人挺厉害的啊。哎呦我，哎呦，这个说太逗了，我真要命！这是每一个专场的工作证。哎呦，之前我都会留。这是参加岳哥的演出，这是哪年啊？看一下，16年。16年岳哥杭州的演出，这是炳哥的专场，可能。哦，这是在海外。这是泰国的专场。好多，哎，一下勾起了很多回忆。这是18年个人专场演出证。等一下，你自己专场你都可以刷脸，你为什么要演员证啊？不是，有的时候那个安保人员他不认识演员啊。对。啊，这样。哦，这是你啊？对。哇，那么帅啊！他们说你长得像一颗唇，我觉得不像，我觉得你像冯绍峰。不，我觉得冯绍峰像孟哥。冯绍峰不在是吧？而且特别逗的那个绍峰哥，我们俩还视频过2次，他说很像。那咋整？你这些这必须要留着的。那你这基本上你没有想要卖，你那家那边能放得下吗？你看那么多灯，你拿那么多灯干嘛呀？这些都，滑板还玩吗？鞋呢？人家鞋子如果你不穿也能卖。我吉他呢？你平时弹吗？有时间吗？卖了吧。我在想这个是不是谁送我的？送你的东西就不太好那什么吗？还有一把，这个不行。你一看就知道了，是粉丝送的。哦，一般没有粉丝送我。留着收藏，其实粉丝送的留一辈子。哇，那你这些基本上都要啊？哎，可以不都要？这个不要啊？这啥？其实之前我画画的东西，我就买了之后玩了1次就不玩了啊，发现好像天赋不够。我就觉得像这种灯啊，它又是好的，我又没用坏它，然后呢放在我这儿又是放着，它可以去别的地方发光吗？剩下其他东西都可以处理。然后这2箱子得要，因为这2箱是书。哎呦，这啥？泰国的杂志。我看看，给我看看，快！哇，哎，你还挺上进的呢，
挺帅的。这是你的搭档吗？这个哥们儿？对，九良，你们搭档了多久啊16年， ？16年啊！来的第2年就搭档了。那你们现在相当于就台上演出，就是他一个眼神你就知道他要说。啊，你们说这个可以留，可以留下。因为现在这种都不再版了嘛。对，断舍离这个事儿其实很难，是难，所以就让人帮你嘛。你咬咬牙就断掉了。我们这样吧，我们从门口往出翻。往外弄吧。行，来，小心，来，哇，小心手啊，小心手，两边手。哎呦，巨沉，装的是事实啊。放这儿。哎，以后这种搬家的客户我们不要接，好不好？我们来帮麦师。咱们这个工作守则第1条，不接搬家的活。对，不接搬家的活。这感觉走廊已经摆不下了。我在闲鱼上叫一个搬家的车好了。你好快呀，闲鱼上面什么都有。神奇。那个车是要卖掉的，是不是？这辆车要3900，马自达绝版汽车模型，拥有它你就拥有限量版人生。哥，你这个能卖3900，全新的。现在还能卖3900啊？有人卖3900，有人卖1000多。那我们取个中间值嘛，卖2000。2000可以，价格2000，完成。OK， 用慈铭天下的茶具品清香回甘的人生，可以。车到了吗？车到了，再去看看。你们去吧，我把你这车先挂上。好。发闲置。全新啊，不能说全新，几乎全新。1200确定。那个轮椅给你挂上了。轮椅也挂上了。已经挂1200吗？我的文案描述是：北漂青年18年奋斗史，轻伤不下火线，带伤坚持工作，在他最脆弱、最无助的时候，这把轮椅给了他最坚强的支撑。一个北漂青年的奋斗史，在椅子的车轮中滚滚向前。这文案太牛了。还是你得有文化，你这真厉害！我跟你讲，以后这描述你就来吧。可以。都要卖的吗？这些，我跟你说，你别后悔啊！这卖以后过段时间可能会贵。你是帮卖师吗？你不要帮我断舍离吗？你这么一说，我就犹豫了。你喜不喜欢吗？鞋子？以前很喜欢，现在有点穿不太上了。是有点嘚儿穿的，反正不能说嘚儿，有点。就是20岁的时候穿是帅，30岁穿的时候是有点嘚儿，有点幼稚。嗯，出吧。行，想明白了那就行了。都出了，你看。啊，这么多啊！多大码啊？哥，你鞋多大的呀40、41。OK， 好。哦，你已经在上架了啊？已经在上架了，太多了，700块钱吧，我就先定了吧。定，到时候聊嘛，你跟他砍嘛。这个工作挺难的，我跟你说，跟人砍价挺难的。我不砍，一会儿你负责砍吧。我脾气不好的，我跟你讲，我一般砍着这生意就没成了。真的，我给你看，你看我自己的闲鱼，有些人问我价格，我就说拜拜。他老跟我说价格，我就说要一下砍我一半，这很气人的，你知道吗？是上来就说是小刀，他直接就屠龙刀，是兄弟就砍你一刀，不是就砍一半，哪有见过这种砍一半的？有些人你挂2000是上来400块钱，卖不卖？那我是不是保守了前面那些定价？我要不要定高点？我觉得你如果定高，反而他就不会来点，他来点说明他想买。这些男的是蜈蚣精吗？怎么这么多鞋啊？他们卖270，咱们卖100多。你给他什么卖100？这个鞋啊，网上卖有卖200多的，真多我查了。乔丹你给人卖100，网上真的他们就卖200多。你是帮卖师吗？你专业点。啊，人家是这种开胶了卖，咱们没开胶啊。没有啊。咱没开胶啊。你说吧，你心理价你想卖多少？这个250。
人家肯定说不要250了，不好，人家肯定给你刀个250块钱，那咱们就288，然后刀到266，差不多。我这些可以，我要能穿我就拿它穿了。你穿不了，你应该是50的脚吧？50的脚吧？不可能，我那船那是。这个帮我卖掉。篮球。这个估计也卖不了多少钱了。啊？怎么到你那嘴里面都卖不了多少？你看，你这皮都破了，你这个估计50块钱。那也是钱呀。这是钓鱼用的吧？这能挂吗？你这还不够运费呢。包邮啊！这都是好东西，这都是一根一根编上的。这多少钱一个？这个我看看。这绝对好东西，纯天然，无污染。这个你卖吗？你想卖多少钱？这个帮卖师帮我卖一下。我觉得待会儿咱们要是卖点什么别的东西，就送一个。比如说你要卖你某一些不用的闲置的钓鱼的渔具。对。哇，你这就给你清空了，基本上哈。先这样。先这样吧。行，走吧。来吧。发财了。那推吧，走吧。太沉了，这个。又晕一车。哎，跟我还挺搭，这个颜色。早上心急火燎的过来，想的是开展一部分嘴巴工作，结果没想到体力工作。哇，放这儿行吗？这帮麦师真的不是特别好当的啊！先尝一尝帮麦师的，先尝一尝，尝一尝。第一次啊，可以，第一次。出发，走。OK， 我们现在去你的新家。行，出发。人工导航右转。哎，你们德云社很多人那种演员我都认识。都谁啊？你说说我听。岳云鹏鹏哥、阎鹤祥、赵斌，我也认识。他们都兴趣比较广泛。对，你看那个阎鹤祥多厉害，一个人骑摩托车穿越那个，我服，确实服。赵斌也厉害吧？你看练了那大块儿。对，他我也服。哎，估计还是有圈子。咸鱼也有圈子。有啊，我在咸鱼里面就有个圈子。什么圈子？咸鱼圈。啊？就是路亚圈。哦，他在咸鱼里面有圈子是吗？哦，当然了，很大一圈子。就是你想买什么东西或者跟别人探讨，就大家交流一下，你出不出？我从开始玩钓鱼就在咸鱼里面买很多路亚的装备。有些东西你还不好买，主要是因为有些东西比较珍贵的那种限量版的轮子，就是得在闲鱼上蹲，啊，看哪个买家出了，大概都在谁手里，应该都清楚。Cool。那你玩这个路亚玩了多久啊？我18、19开始玩。能钓上来鱼吗？看一下我。哦。哇塞，这装备哇！你这是参赛吧？这是世锦赛，这是为国争光啊！这个。哇，你那么专业啊 ！Cool。哦，到家了。这个是我家，欢迎来我家做客。OK。欢迎欢迎。哇哇！我感觉进了个武。欢迎欢迎。哇哇！我感觉进了个武器库，怎么回事？哇！哇！我，这是我钓鱼的装备。我的妈呀！哇！这边是收藏了。哇！哇！哇！这太好看了！这些都是我在闲鱼上蹲到的。哦吼！这其他地方也买不了，就咸鱼它可能有些人收藏。为啥这还5颜6色的呢？好少女心啊！粉色的都是我媳妇儿的。哦，你媳妇儿也钓吗？我要不把她拉入坑，我怎么能买这么多东西呢？哦，也是哦，你还是真的是聪明的男人啊！不值一提。这根杆特别逗，这
这根杆是我送他的第一根杆。哇哦，他是因为这个好看，所以他跟我出去钓鱼。然后拿着这个杆第一次到河边，啪，连杆带轮全扔河里了，这个杆啪就断了。呀，这是后来找人又给接上的啊。你俩能玩到一起去，这个也是挺难得的，我觉得。就是你在于培养培养他的爱好，挺好的。两个人都有共同的爱好了，就能玩到一块儿去。要不然你玩你的，我玩我的，就大家时间长了不就淡了吗？大家这得学习学习啊，真的学习学习，这就是爱情保鲜的秘密。保鲜秘诀。Yes。就拿着这些东西为国争光去是吧？啊，对，那边拿这个东西为国争光。哇！哇！哦，这个才是武器。你这哥们儿，你这深藏不露啊，真是深藏不露啊！好帅呀，这么看。这全都是碳纤维的吧？对，碳纤维的。几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20多把。哎，20多把出5把吧。出的只剩5把，行不行？你这样，你告诉我，你有就5把，你最想要哪5把？啊，这是逼他做选择。主要是这个是我都已经筛过的，因为这是我全部的都是比赛能用到的。哦哟，这是个啥呀？你们看是一个什么东西？灯吧？这是放喝的东西啊！你看它有个感觉像滴漏什么的。这是做咖啡的吗？咖啡。你喜欢喝咖啡吗？我不喜欢，我就喜欢这个东西，就很有意思。而且这是一个艺术家自己做的，我大概在他那儿定了得有半年，他才做好。哦，这个人特别有意思，你像在闲鱼上也跟他交了朋友了，后来发现他跟我媳妇儿是大学同学，不是校友，大学校友。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神奇的闲鱼，居然能碰见朋友。哇，你这弄得真好啊，有点那种哈利波特的感觉，这边哈，有一点点吗？是不是有点哈利波特的感觉哈？哈利波特，我一说哈利波特来了啊！这是金色飞贼。不是你上闲，你这都从哪来的？你上闲鱼你看一下都有。你玩吗？这个我玩，因为我是哈利波特迷，我家里有很多根魔杖，但这些都是我没有的。我看你有点魔杖了。真的没有。那个大根怎么说？那个大根怎么说来的？那个大根那个。阿瓦达啊，那个阿瓦达索命，然后或者是 ridiculous， 昏倒 ，luminous 就是点亮，然后还有什么 Defendo、Expelliarmus、Wingardium Leviosa。你这么厉害，这你都能背下来？开玩笑，我是多少年的哈迷。快给我放起来，我怕你给我拿走。是的，就是有一点点眼馋。哇，这是养的爬虫。哎呦，帅哦！它叫截角，老北京管它叫壁虎。哦呦，这有点像恐龙啊哈！哎呀妈，吓我一跳！你看它跟这个树桩很好的融合在一起。它冷冷的，是不是？冰冰的，你摸一下，你把手伸开。我只能我敢它不会咬，它不咬人。啊！你试一下。哎呀！感觉你还行呢。嗨嗨！它手感很好。哇，哎，真可以，季老师，我来不了，你试试。我真来不了。他可乖了。我真来不了。你伸手。哦，这不行，这不行。你伸手。哦，真不行，伸手。那个伸手。啊，我你的下意识手已经出来了。我能看，但是我来不了。我看你感受一下。啊不，我真不行，我真的感受一下。我真的。你把脸拿过来。不，不行，我这个真不行，我这怕抖我。
哇，这好有意思呀！哎，你看有意思的，这是我们家谱，德云家谱，就所有德云社的人的名字都在这个都在这里面。这里面有10大班规。哦。不许欺师灭祖，不准结党营私，不准再办私班，不许刨活姻缘。刨活姻缘是啥意思？就是别人的包袱，可能别人的包袱，然后你提前给人刨了，这不行。哦，就是在你们在那个，就是我故意的，我知道他一会儿要演什么，我台上我当我就给说了，说完之后他上来再演，观众听啊，刚才演过一遍了，这个人是不是没有能力啊？哦，这样的啊。对，哦，学会了吗？哦，明白了。学会了刨活，没学会了不准。这是我们摆支的时候给的，叫鸳鸯版，德云社伴奏，郭门弟子。哎呦，这可以弄吗？这个？哦。这是拜师的时候师傅送的。对。来，给你试这个。这个是我平时用的。有天赋，有点帕金森的底子。给你看一下我的那个大褂吧。大褂在哪儿呢？芝麻开门。哎呦，彩虹哎！什么颜色的都要有，也不能说都要有吧，就是我喜欢的颜色我都会做。那你喜欢的也蛮全面的嘛？是。对你这基本上啊都有了呀。都有了。你这个有讲究吗？就是说这个东西不能随便给人，不能就是你可以给你的徒弟，但是给就是比如说给你的朋友，就是他们也是那个，除非你俩身材一样啊，这是定制的。对，这个绝对是定制的啊。穿一下试试，试试吧，来试试。行，来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也是蛮捉襟见肘的，咱们就是说，就是。你试试这个。哇，哎，这跟我们以前播新闻的时候一样，也是各种颜色的衣服做各种颜色，就是做一堆，好看呢。来，咱今天跟大家说一说，来到说书唱戏劝人方，3条大道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行，咱们今天是帮人家这个咸鱼去倒货来的。本少爷打小出身贫寒，家里除了6个保姆，还有手里拿个扇子就像啊，真的。来，那我就来段绕口令吧。扒了摆了标了兵了奔了北了坡，炮了兵了并了排了北了边了跑，标了兵了怕了把了哇，有意思，咱们也是穿上德云社的演出服了。这上面有那个德云社的那个印的钻，碰钻。德云华服吗？这是？对，德云华服。哎呦，可以哦。这不 HF 吗？哦，德云华服，是。你需要吗？还不需要的话，要不我们来吧，我挂回去吧。来吧，来都来了，在这吃个饭吧。吃个饭吧。这是什么？这北京菜吗？对。然后给你们点了一个老北京豆汁儿，你们尝尝。哦啊。来，我真来不了这个，你尝尝。我不行，我真不行这个。你不想知道为什么很多北京人喜欢喝？对你不想知道为什么吗？你先尝一下，我可以。探索，人生在世就是来体验的，朋友们。3、2、1，走。你不能闻，你要屏蔽掉你的那个嗅觉。他们为什么喝这个？为什么很多北京人喜欢喝这个？好，我不明白。它
有点像液体臭豆腐的感觉。就这儿啊，把它转走。我尝试过这个东西，因为我也从来不喝。你来一口，我不来，打死我也不会来的。哥，你这个房子，如果你现在如果整体对它比较满意的话，你有比较遗憾的一点没有实现的吗？本来嘛，设计这个房子就是一室一厅，然后剩下就是我自己什么创作的空间，还有摆放这些东西的空间。装修完了之后发现，有小孩了，怎么办？有小孩了。现在就等着吧，等小孩出生了之后再说吧。你设计这个的时候，还没有考虑过要孩子的事儿。当时设计的时候就考虑的是2人世界，我就没有什么孩子不孩子的事了。计划没有变化快嘛？对吧？计划也没有变化快。那你这么擅长搞创作，为我们的小队创作一个名字吧。哎，真棒！来一个。我们的名字叫良田。叫田忌堂。田忌堂。田忌堂怎么样？哎，你别说，像个老字号呢。对啊，距离100年老店还差99年364天。对，可以。可以。来吧，朋友。小涛，来，咱们去钓鱼吧。行。走吧。人生第一次喝完了豆汁儿，人生第一次去打路亚，真开心。今天收获了2个人生第一次。我们把所有钓上来的渔获，我们直播卖出去。可以。走。说走，咱就走啊。钓鱼之前，我发现，我觉得有一样事儿我要说一下。来，你说。因为闲鱼有一个公益的拍卖嘛，我想出一份力，就是我自己手工用狗尾巴草做的一个九尾狐，然后拍卖出去的之后，我们的所得款呢就都用来公益。朋友们上闲鱼搜神奇的朋友参与公益拍卖。走啊，走，出发。到了，我们到了。哇，我们到了，朋友们。钓鱼了，好开心啊！哥，我们到了，您在那个钓场吗？哦，这个是老板。你好。我刚干活干完了。得了，我们是跟这儿啊，还是哪儿啊？这边吧，行吗？跟这边。那我们下去玩会儿。好，啊，可以，没问题。我们一会儿又开个直播，然后又卖鱼。您这儿鱼能卖吗？那既然你发话了，别，没问题，高价卖你，高价卖你，可以高价卖我，然后我再卖出去，没问题，看你能不能钓到，好吧？行，我们试试。行，大展拳脚了。看到我给你钓一个1吨的鱼。1吨？这里有1吨鱼吗？就站这个桥上钓吗？哎，来，看到没？哎，看到没有？瞅啥？你得看见鱼才能放啊！看见了。妈呀，这上哪看鱼去？根本看不见。哇！咱们已经钓上来一个了，直播还没看呀。这是老鱼啊！是老鱼。我们钓鱼开始了，又开始直播。我得把这个好吧，那个大家伙好啊！现在我在屏幕的另外一头，然后现在你们在屏幕里面能看到的是，孟鹤堂我孟哥以及季凌晨我们季老师，然后我呢是梁田儿。我们现在此刻正在闲鱼直播上面给大家直播我们仨在鱼塘里面钓鱼。这场直播我们要做什么呢？就是1个小时看我们仨能钓上来多少鱼。我们钓上来的鱼呢，我们在闲鱼上，然后给大家出售。对，然后你们
如果说有兴趣的话，同城啊，北京的朋友，外地的到地儿都臭了。我们就是，如果大一点的鱼，老鱼我们就不卖了，稍微大一点的鱼我们就上架一下。那这个咱们是放流。放流。好嘞，跟着我走啊。我们现在需要去到这个浮桥上面。你看，我孟哥，还有季老师已经拿好了家伙事儿。给你们俩一个拴胖子，一个拴米诺，好不好？好。我就要那种简单的，上手就有鱼的那种。这两个就是简单的。好专业啊！对呀，你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。对，你看他们这些，还有这种什么叫胖子，什么叫有的不知道。来，我教你啊。这样你看它的泳姿是这样的，看。哦，这是它游泳的泳姿。哦。其他的那个大鱼看到它了就会过来攻击。然后握的时候用中指和无名指卡在这个上面。然后食指勾着这个线杯，线杯打开。然后这样往出扔的同时松这个手。关线杯，然后往回收，慢慢的，你这压低杆尖，你会感受到它的震动。震动是什么意思呢？感觉到了，咚。有感觉吗？它有那个就是频率，有一个。对。好，出去了，然后关线杯，是吧？摇轮是这样摇哈。对，收。感觉到饵在震了吗？OK， 成功。然后关线杯 ，OK。成功了，学会了。先比远吧。来吧，你俩比一下吧。哇，好远，嘿嘿。哦，这个震动的频率是非常好的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好，然后打住，关起来，再来，3、2、1。哇，我抛得好远啊，都看不见了，我在那儿。然后呢，把它关起来。然后一点一点往回收，我觉得我已经逐渐上手了，朋友们，看见没？这姿势专业不？你那太近了。一条都没有。给一条鱼吧，老天爷！这钓鱼啊，是真的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没找到什么乐趣。看看人家都上鱼了。我们要努力啊！努力。知道往哪儿扔吗？往那儿吗？往有草的地方扔。你看我。哎，有点意思，跟鱼斗智斗勇，一次次的试探，一次次的布局，一次次的诱惑，究竟有没有鱼上钩呢？慢点！这是什么呀？来，压根。这是你钓的鱼？哎呀！你要把它卖了吗？把它卖了。太小了吧？太小了吧？不够一顿的。有人要吗？我这鱼太小了。有人要吗？有人要吗？有人要的话，咱这就2块钱，要不？马上上架哈，这个鱼只卖2块。良田钓的鱼现在已经上架了，在屏幕的右下角，大家那个拍两个2块钱，拍2啊，拍2，就是拍2块钱就行，付2块钱。这是2代鲈，这是2代鲈啊？对，我这儿的大鲈鱼下钓饵。哇，不算是野生的，纯野生的了。发走了啊！他那个拿的是专业的装鱼的那个氧气袋，里面给你注氧密封，然后我们后台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您的啊。这辈子，我今天第一次喝了豆汁儿，第一次钓上一条鱼。你咋钓上的啊？就摇。然后咱们现在开始上鱼啊！什么叫开始上鱼啊？
我哥看见我们钓上来一条鱼，他放心了，他现在要去自个儿往那边那个大塘子里面走了啊。中了一条太阳鱼，我知道，中了一条太阳鱼。OK， 这条鱼也就值个2块钱吧，上架2块钱，活蹦乱跳，拍好了，拍到了 ，OK， 拍到了，老板，稍等啊，来个双挂。哎，我要干嘛？怎么都是这么小的？我在霍霍老板的2代鱼。谁又钓上了？孟哥上鱼啊？又来了？不行，今天我得来一条啊！有了，又没了。这条小鲈鱼有没有要的？野生2代鱼，太阳鱼和鲈鱼谁贵啊？鲈鱼贵一点。鲈鱼贵一点，那我们鲈鱼5块，好不好？太阳鱼2块，行吗？可以，行吗 ？OK。那这条小鲈鱼有人要吗？5块钱，有人要吗？拍5份哦，拍5份。捡鱼一样很便宜，你去菜市场打听野鲈鱼很难的。有人拍到了吗？哦，拍到了哈，拍到了 ，OK。老纪钓着了吗？一条都没有，给一条鱼吧，老天爷，好不好？我要的不多，我就1条鱼嘛，啊！哎呦，不是你，我钓的不是你，我钓的不是他，可是他来了。哎呀，我这跑不过来啊！又中了一条太阳鱼，又中了一条。等会儿，这条鱼大，我一直在钓它，然后结果下边冲上了一条太阳鱼，把它中啊 ，double Q 了，哇，double Q， 哎，它又来了，哎，装袋了啊！好，我们现在镜头去找另外2位朋友啊。导演，把直播间给我拿过来。不玩了，别气馁。我听到了纪凌尘在背后哭泣的声音。你给我来一条，好不好？啊，来一条，让我看看，好不好？让我感受一下，来上来，我肯定给你放了。我孟哥可以，咱今儿起码有。孟哥钓了4条，可以的。这个男人他现在左手拿着鱼，右手又下竿了。中！话也没说。哇！我来，给我拍下来。季老师可以。哇，钓上鱼了！左手大拇指扣进来。对，OK， 可以拍照了。哎，看到没有？你这够大，你看，比我脸都大。哇，这是鱼哦，大，这个鱼大。来了。傻瓜式教学。是不是我这个鱼饵不好钓啊？我这个钩子藏在这里边你就往草里打。哇，你这个，来，有人要吗？这鱼你看多大啊？怎么样？行吗？这个鱼，10块钱吧。10块钱啊，10块钱，行吗？野生的，10块就定10块。哎呦，导演，
播间给我拿回来，导演，直播间给我拿回来，快给我拿回来直播间。我上了一条，你们猜什么鱼？过来看看。什么？啥呀？它这是？太漂亮了！我上了一条鳟鱼，看，漂亮吗？彩色的。这个鱼为什么要卖给大家呢？说实在的，这条鱼它过不了夏天，它再过多一段时间的话，水温一上来太热的话，它自然而然的就淘汰了。所以说，趁着它还能吃、还好吃的时候。哎，这个定价了吗？这个卖15块钱，好不好？15块钱，行吗？这么大一条，来了，鳟鱼卖15块钱，好。好，最后1分钟啊！再掉飞机要跑了。再钓一次，别着急，说一次啊。钓上瘾了，太有意思了。太好玩了，这个，尤其是你自己钓上来一尾之后，真是找到了钓鱼的乐趣，成为了咸鱼路亚圈的一位新朋友。此刻，哎，这个挺上瘾的，这钓鱼真的，一直没钓到你这，就很难受是吗？一直没钓着。来之前是不是有个男的说他理解不了钓鱼的乐趣？对，谁理解不了来着？就是我没明白这个钓鱼的乐趣是什么。你是扔下去就不动了是吗？啊，对呀。那打一个好哦，这打竿也是要技术的啊。好了，那个时间到了啊，最后一杆行吗？这不管不听你的了。最后，拜拜，拜拜，同学们。啊，要拜拜了，朋友们。好了，那就这样吧，我们真的要去赶飞机了。那个再一次感谢大家在咸鱼直播陪了我们1个小时。今天还是恭喜一下拍到我们钓上鱼的朋友们，拜拜。老季喊个拜拜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来了，喂，有，哇，跑，不小啊，一把抓。OK， 拿过来吧你。放了吧，我们直播结束了啊。放了吧。早干嘛去了？这条大的能卖10块钱。能。来吧，放了吧。行，再见吧，朋友。再见。再见。下次好好演啊。对。这都是神奇的朋友。因为有了神奇的朋友，我才钓到了2次鱼，这就是朋友的意义，知道吧？